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我是公司互联网基层员工，性格木讷，兢兢业业，给老板做嫁衣10年，到最后，老板甩了我一张裁员通知单，公司不养闲人，滚吧！我失望转身，公司新上线的软件崩溃，我无视被打爆的电话，直接跟随税务部门，送给老板一张税务稽查单。不好意思，法人10年。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近期国内经济下行，年前各大公司竟开始裁员，人人自危，基层打工人都在担心自己会成为这个幸运儿。我是公司互联网技术部基层员工，入职10年，仍旧是一个基层小员工。而同期的同事如今已经成了我的老板，如今更是面临裁员风波。张万里，帮我把这些文件交给人事。同事把文件甩在我的工位上，他比我晚入职5年，却敢踩在我的头上。可是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同事白了我一眼，转身离开。哪里来的这么多废话？你这点工作有我的资料重要。我微微转眼，叹了口气，这里的每一个人好像都能在我的头上踩一下，因为他们知道我没有底气反抗。拿起文件，前往了人事部，眼睛随意一瞥，看见了裁员名单。这是刚刚定制好的裁员名单，我悄悄一看，一下子就在第一行第一位看见了我的名字。我不可置信地直接一把拿起裁员名单。为什么会有我？人事看见我的动作，一把抢回名单。喂，干嘛呢你？是你的东西吗？你就看见我的表情，人事忽然笑了。哦，真是抱歉，好像也算是你的东西，毕竟你是第一个被裁员的人。10年里加班被剥削的种种，一股脑地涌入了我的脑海里，我顿时气红了眼。为什么会有我？我给公司效力了10年，为什么会有我？你们这是欺负老实人。其他人士听见了，皆是冷笑一声。你们听听，这就是年前笑话吗？自己什么水平没点数吗？来公司10年了，还只是一个基层员工，吃白食的废物，不裁你裁谁？人事部的人哄堂大笑，我站在原地，双拳紧握。这里没有人尊重我，也没有人看得起我，可我不是废物，我的成果都被老板抢走了。近日，我看准了风口，花费数日研究出了一款新型软件，它是一款基于人工智能的短视频分享平台，基本上10几秒一个视频。这些日子，我通过网络调查了不少年轻人对于如今休闲平台的看法。在流量时代，年轻人不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去看剧、看电影，上班很累，累得不愿意花精力去追一部几10集的电视剧。在我的想法中，这里面集结了娱乐、游戏、体育、美食、旅游等等，如今已经完成了90%。我有自信，只要这个软件上市发布，一定会风靡全国。我拿着裁员名单来到了老板办公室。老板，为什么裁员名单里面会有我？王明正在打电话，听到我的质问，连忙对着电话那头说道：有急事处理，一会儿联系。挂断电话，王明神色不耐，公司不养闲人，知道了就滚。我双拳紧握，不禁冷笑。可是我为公司贡献了10年。王明双手交叉，靠坐在老板椅上，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番，嗤笑：10年了，还是个基层员工，不是废物是什么？我猛地抬眼看向他，咬牙切齿。每一次我花费心血研究出来的创意，都被王明发现抢走，如今更是倒打一耙。要不是他的欺凌压迫，我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我如今这样，不都是你的手笔吗？
你靠着我的东西做到这个位置，不会觉得坐不稳当吗？10年前，王明仗着自己的关系，联合他人窃取我研发的最新 App， 提交给了总公司，最后一路高升。我想要反抗，但是被对方威胁，跟他作对会让所有互联网技术部封杀我。我那时刚毕业，无权无势，根本赌不起。我是小镇做题家，父母把我供到现在不容易，而这一次妥协就是10年。王明站起身来，神色轻蔑，但眼底闪过一丝慌乱。他朝着我走来，伸出手拍我的脸，而我的眼神狠厉，死死地瞪着他。张万里呀，这么瞪着我干什么？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学不会做一条好狗？要是你乖乖地把狗做好，看见我来了摇一下尾巴，你也不会还是个基层员工。我被他一脚踹翻在地，不禁痛呼，肚子仿佛裂开了。王明整理了一下外套，视线从我身上挪开，现在看来就像一条合格的狗了，你说是吧？他捡起一边的裁员名单，看了看，然后蹲在我的面前，一把将名单甩在我的脸上，尖锐的刺痛让我闭上了眼睛。滚吧，窝囊废！最近有总公司的领导下来视察，也难怪王明着急着赶我走，是在害怕我捅破他的谎言。我从办公室出来，看见了好几双准备看好戏的眼睛，其中不乏有裁员名单中的人。他终于要滚蛋了啊！裁员名单在哪里呀？我是不是也被裁了？有几个人拉住我，迫切地想要知道还有谁被裁了。我把名单递给了他们，转身去了财务部。走之前，我要把工资拿了。为什么我只剩下这点工资了？我不可置信地瞪着手上的工资条，最后的应发工资只剩下原本的一半都不到。财务头也不抬，继续手上的动作，不耐烦地回答道：算出来就是这样，你要不要？不要就走开。我在公司当驴10年，谁都忙都帮过，甚至是眼前的财务，最基本的记账都是经由我手，账本里面什么情况我一清二楚。这些年，王明可是活得畅快极了，偷税漏税的事情可没少做。我抬眼看向财务，既然如此，那我们来说说赔偿的事情吧。你作为财务，劳动法应该学过吧？那你知道非员工自愿离职是需要赔偿的吗？请问我的赔偿款呢？财务啧了一声，停下手上的动作看向我，没有。你说你一个给公司什么都带不来的基层员工，哪里来的勇气向公司讨要赔偿？人怪事多，滚不滚？不滚我喊保安了。我神色晦暗，似笑非笑。所以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所有被裁的员工？快过年了，公司不仅是一点情分都不讲，更是一点法律都不讲。财务是个中年男人，他眼神极其不友好，站起身来向我走来，不由分说直接给了我一巴掌。我呸！张万里，你是翅膀硬了，敢这样跟我说话？脸麻木了，我的眼神没有闪躲，直直地对上他浑浊的眼睛。你看个屁看！财务从抽屉里翻出一沓现金，猛地甩在我的脑门上。拿着你的钱，给我滚出去！红色的纸张从我的脸前划过，我站在原地没有动作。不少发现自己也在裁员名单中的员工，躲在办公室外，看见这一幕，不敢动弹了。财务在拿我杀鸡儆猴，他告诉所有人，敢讨要赔偿就是这个下场。我弯下腰，在财务嘲讽的视线中，把钱全部捡起来了。切，老板说的没错，你做狗最合适了。我把钱全部收好，转身离开了办公室，在众人同情、蔑视和鄙视的目光下，回到了自己的工位。我准备收拾好就离开公司，但是忽的，我发现原本在抽屉里放好的 U 盘不见了，
里面装着我最新做好的程序。我翻找了几下，想到了什么，看向王明办公室的位置，玻璃是透明的。我一抬头就对上了王明得意的目光，他晃了晃手上拿着的 U 盘，好像在说：“我又找到了。”仿若10年前，我气势汹汹地跑到办公室，想要夺回 U 盘。王明轻松一躲：“小张啊，有这样的好东西，怎么不早点拿来孝敬我呢？这是我的，还给我。是你的又怎么样？现在它是我的了。”我捏着拳头，这10年你抢得还不够多吗？王明目光随意一瞥，当然不够多，我还靠着你这个最新研发的宝贝进入总公司呢，你会后悔的。呵，慢走不送。我抱着纸箱离开了公司，在踏出技术部门的那一瞬间，我掏出手机，结束了录音按键。相册里也照了不少财务的凭证和原始账簿，录是自己给自己准备的。虽然准备了一手证据，但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机。10年了，再迟钝愚笨的人也该学会反抗了。我知道这一次的研发成果最后可能还是会被王明抢走，所以我在程序中留下了一个礼物。欺负人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坐着摇摇晃晃的公交车，回到了贷款买下的房子中。今年我35岁了，父母年迈需要赡养，连同我买下的这个房子，如今贷款也没有还完。985名校王牌专业第1毕业，活成现在这样也是没谁了。我给自己煮了一碗饺子，在烟花漫天的夜晚含泪吃下。天一亮，我又开始投入到找工作的行列当中。可如今正处于社会经济下行，各个企业裁员的阶段，我的履历也不好看。每当被问到为什么10年还是一个技术基层员工的时候，我都哽咽了话：回家等通知吧。不知已经是第几次听见这话了。喂，妈。我坐在长椅上，手机放在耳边，对面的人轻声问候了几句，最后直奔此次的目的。万里呀，你今年也不小了，是时候考虑一下你的终身大事了。我一愣，这些年被父母催婚了不下100次，而我痴迷软件研发，根本不想结婚。妈，再等等吧，我不想耽误了人家女孩子，还等什么呀？你在大城市也有了房，还怕人家姑娘嫌弃你吗？我叹了口气，自己被裁员的事情还不敢告诉老母亲。行吧，你安排吧，我还有工作要做，先挂了。我调整了片刻，又踏上了找工作的旅途当中。最后一次面试当中，我本来已经准备放弃，但是我遇到了一个熟人。前辈，怎么是你？我转过头，看向推开办公室门的人，竟然是周越。面试官恭敬地点头：“董事长。”我满眼惊讶，而周越微微点头，让面试官出去了。周越坐上了面试官的位置，同样满眼惊讶：“前辈，你怎么会来面试？”周越是我在公司工作第5年带的一个实习生，他专业知识扎实，天赋极高，只是性格跳脱，做事不沉稳，被我训斥了好几次。周越这小子谁都看不起，眼高于顶，但唯独很尊敬我，天天一口一个前辈。他人虚心讨教，人很不错，我有一息才好好培养他。只是后来这小子看不惯王明一贯的行事作风，自己跑了。我把自己被裁的经历给周越陈述了一遍。周越闻言气愤道：“我就知道那玩意儿不是个好东西，前辈，你当初就该跟我一起走的。”我叹了口气，当初周越觉得这个公司没有发展前景，准备带着我一起跑路出来创业，但当时我正在研发一款新的程序，准备一雪前耻，所以拒绝了周越的邀约。
只是最后那款程序还是被王明抢走，拿给了总公司，然后靠着那款程序成为了分公司的 CEO。没事的，前辈，现在你脱离苦海了，现在来我公司怎么样？我给你技术部门总经理的职位，一年给你500万。我震惊了，你就这么放心我？这个数是我原本工资的10倍不止。前辈，我还不了解你吗？我早知你并非池中之物，那什么词来着？龙有浅滩。我失笑，也不拒绝。好，一番了解之后，我才知道周越是个富二代，还是个曾经叛逆离家出走，想要证明自己的富二代。周越刚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就遇到了王明这号人，然后他果断跑路，自己创业当老板。这些年发展不错，公司已经是能够在全国排得上号的存在。耀越集团如今甚至是我之前所在公司的总公司 MM 集团的金主存在。周越带我熟悉了环境，办理了入职。前辈，多亏了当初你对我的提点，我才能把公司做到如今的地步。我失笑，是你自己的本事。前辈，你就别谦虚了，要不是你这个师傅，我哪里会那么早开窍？耀越集团技术部的员工对于我这个年前空降的总经理很是好奇，开始工作的时候来来回回看了好几次，除了最初有些不熟悉之外，没多久我便完全上手了。原本还有不少人不服我坐这个位置，借着有问题需要解决的由头来试探了好几次，我一一微笑回应。小年轻终究还是棋差一着，实力才是职场生存的根本。原本不服的人，现在也不得不服。我接手了一些项目，发现项目内容有不少 MM 集团的业务，我看了一遍，发现 MM 集团基本是依附在耀越集团身上。简而言之，耀越集团是 MM 集团不能得罪的甲方金主爸爸。周越非常满意地看着我最新交上来的程序研发计划书以及最初试版程序，我就知道前辈宝刀蒙尘，没了你是 MM 集团最大的损失。我笑道，这款软件还在试行当中，你可以先试试。周越满眼兴奋，已经开始准备软件发布会。对了，MM 集团最近也有一款类似于前辈这款程序的发布会。前辈，你走之前，王明那个小人又抢你程序了。我双手交叉立于胸前，是留了点东西，作为我送给他的新年礼物吧。周越看着我坏笑的样子，调侃道：前辈，还是我小看你了。我似笑非笑，人总不能原地踏步，这个礼物还希望他们喜欢。MM 集团内部彻底疯了。刚开始，总部收到了一个分公司送上来的最新程序出版，他们试行了一下，发现这款程序不仅简便，应用模块更是全面，他们高兴坏了，当即召开软件发布会，在众媒体之下兴奋介绍此款软件，甚至是放话10年之内无人超越。可当他们在所有人的眼睛下试行的时候，出现了一排的乱码，然后公司总部的系统一一瘫痪，现场发布会一片混乱。不准拍，你们现在不准拍。媒体拍得更加起劲。MM 集团怎么回事啊？这是出现意外了，快拍！年底的业绩有着落了，大新闻啊！今年奖金得翻倍。而公司内部看着突然黑屏的电脑屏幕，他们先是一愣，随即甩掉鼠标，破口大骂：我去他妈的，老子刚刚做好的年度报表啊，我还没有保存，这到底怎么回事？系统怎么全部瘫痪，不能运行了？技术部门的人也是满头大汗，着急坏了。不知道啊，好像是有一款病毒正在侵入系统总部。总工，我们拦不住啊！
总工快要把键盘敲烂了，也赶不上病毒的破坏速度。这病毒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快给我找出来！各个部门系统崩溃，工作进行不下去，文件丢失，来电的电话打爆了技术部门。技术部的员工个个一手接电话，一手在键盘上噼里啪啦，根本停不下来。要是再不阻止，公司主系统都得崩溃。有些部门根本等不及，直接来到技术部砸门。到底怎么回事？我这边最新项目已经催了，电脑突然死机，我所有的文件都在里面，我嘴皮子都快磨烂了。他们才同意等一会。你们好了没有？是想要我血溅公司门口吗？嗓门之大，怨念之强，技术部的员工哪里还敢给他开门？门被锁得死死的，门外站了一堆人，什么恶毒词句都飙了出来，他们简直是要疯了。忽的一个光头员工大喊一声：我找到来源了！就在公司发布会上，一大堆地中海头发没几根的员工抄着家伙冲到了发布会现场。发布会上，他们正在驱赶媒体，阻止他们把这事发了出去，而台上的人正在焦头烂额地退出运行软件。但不管怎么退出，这乱码还一直在飘。现在正吵得火急火燎的时候，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一大堆光头地中海衣衫凌乱地冲了过来。技术部的人一把将人拽了下去，在他茫然的眼神下，自己上场。总工，这东西退不出来呀！总工连忙上前，他试了好几次，这东西侵入系统太深，他也解决不了。想到刚刚出来被人掐死的场景，他也不管形象，直接大吼道：这软件是谁做的？给老子滚出来！鸦声一片。刚被拽下去的员工弱弱举手，是分公司的人送上来的。我伸了一个懒腰，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短短几个星期，底下的员工已经对我彻底信服。他们年纪轻，天赋高，能力强，不服气空降还不知道实力的人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所以想要服众，只有2个字：实力。张经理，慢走。我微微点头。我刚走出部门，还没走远，就听到里面的人在讨论。经理除了人闷了点，但是真的好厉害。问他问题的时候，也温温柔柔，这就是成熟的魅力吗？你少犯花痴了。还有啊，前几天我有一个弄了好久的程序吧，经理看见了，过来敲了几下，一下子就解决了。我看得目瞪口呆，能力好强。我原本还不服气，现在看来，经理这个位置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不过，听说经理以前是在一家分公司上班，是在哪里做老大吗？不过，这个圈子就这么大，我们不应该没有听说过经理呀。不清楚，但是老板把经理挖过来，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经理脾气好，技术强，以后的日子好过多了。我收回目光，嘴角微微上扬。这段时间，我的精神好了不少，脱掉了常年穿着的格子衬衫，换上了西装，人也帅气养眼不少。周月看我长得明明不错，但一脸胡子拉碴的模样，便把我带出去好好修整了一番，还给我买了不少西装和衬衣。俗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前辈现在看起来精神不少。当时的我站在镜子面前，也有些惊讶，原来自己是长这副模样。周月给我提前放了假，还给我预支了一大笔工资，我突然就从一穷二白变成了有钱人。我很感激周月，感激他在深渊之中拉了我一把。周月不在意地笑道：哪有，这个工作是前辈自己找的，我只是根据你的实力给你一个最合适的。要是其他人，我也会根据实力来安排职位。
所以这一切都是前辈自己争取到的。换句话来说，都是前辈值得。我心下一片暖意，被踩在深渊中，太久未见阳光，不成想这道迟了10年的光会这般温暖，真诚实意。我说了一句谢谢，我拿着这笔钱还完了剩下所有的贷款，然后买了不少年货，坐上了回家的火车，望着窗外驶过的景色，感慨万千。同往年每一次回家的心境都不同。时过境迁，我终于熬出了头。一回到家，我就被各个红娘簇拥，我实在无奈，放好行李就跟着出去见姑娘了。约在了烧烤店，我到的时候，远远的就看见了一个红色背影。姑娘已经到了。你好，我是王阿姨介绍来的。姑娘很豪爽，一见面就跟我灌酒，我无从拒绝，一连喝了好几杯，最后实在喝不了，才连忙摆手拒绝。我真的喝不下了。柳毅脸颊也是通红，你穿的人五人六的，我还以为你很能喝呢。我不禁问道，怎么就看起来很能喝了？柳毅看向我，上下打量了一下，认真地说，看起来就很会应酬。我真是失笑不已。不过你看起来倒是不错。柳毅眼眸含着水雾，一双截骨分明白皙的手撑着下巴，真心说道，看来这一趟来的倒是不亏。我一愣，柳毅看着我傻愣的表情大笑，哈哈哈，你太有意思了，反正一句话，我看上你了，你是从还是不从？我呆住了，现在的小姑娘这么猛的吗？一番了解才知道，这姑娘是在税务部门上班，好不容易放假回家过年，还被妈妈拉着出来相亲。原本是想要一拳打死相亲对象，然后去警察局睡几天，躲过这次相亲。但是没想到我人挺好玩的，就放弃了这个想法。我听完，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总之，这次相亲很成功，我有女朋友了。现在正是1年之中最为热闹的时候，我准备带柳毅去我家那边玩一会儿。刚回到家，就碰见了准备看好戏的亲戚。哟，万里这是发达了呀，穿着一身西装，倒是精神不少。看屋里给你爸妈带了不少东西，这是在大城市中彩票了。这话听起来阴阳怪气的，这亲戚每年都会过来嘲讽我一番，好像是不诋毁几句新年就活不下去一样。这是万里的女朋友，小姑娘年纪轻轻，眼神怎么就不好了？说着，她还上下打量了一番。柳毅这个暴脾气当即就要发作，我拦住了他。这亲戚的儿子也在这里，他儿子比我小上几岁，但也是光棍一个。一看见我，他的目光一下子粘在了柳毅的身上。不是吧，表哥，你是这么骗到这位的？怎么就想不开跟了你？不会是租的女友吧？我冷眼望向他，挡在了柳毅面前，隔绝了他恶心打量的视线。晃一晃你的脑袋，听到里面发出来的声音了吗？对方一愣，不懂我这无厘头的一句话。柳毅娇俏地探出头，贴心地为他解释，万里是问你听见大海的声音了吗？脑子进水的家伙，你！亲戚顿时也炸了，没礼貌的东西！张万里，管管你女朋友，穿得妖里妖气的，还不知道在外面是做什么的。我浑身散发出冰冷的气息，走到他的面前，你想干什么？难不成还想打我？我低笑一声，你是长辈，我怎么会打你呢？而后我一巴掌扇向他儿子，小辈，我倒是可以帮你教训一下。现场乱作了一团，最终还是我爸妈来解决。一群七大姑八大姨坐在一起，被我吓了一跳，但随即便开始询问我工作怎么样，在大城市发展的怎么样。往常我还是一个小职员，他们不免会拿这件事来嘲笑。现在我也是实话实说，一般般，换了个公司，
刚刚才被拦下的亲戚出口嘲笑道：“我儿子今年发展可还不错，在耀月集团上班，一个月开1万的工资呢。”周围人也挺附和：“耀月集团那是大公司啊，你儿子真是出息了。”脸颊通红的人听见这话，鼻孔都快仰到天上去了。有人就问道：“万里，你那个新工作待遇怎么样？你还是在做小职员吗？”我头也不抬，给柳毅包好了橘子送到他嘴边。“哦，还好，我也在耀月集团上班，一个月勉强几10万吧。”将就过。原本准备继续冷嘲的亲戚一顿，看向我，重复了一遍：“你说多少？”我不急不慢，同样重复了一遍：“你不会是骗人吧？信不信由你。”我转眼看向脸颊通红的人：“还有，你是哪个部门的？”他顿时闭上嘴，不再说话。柳毅闻言也有些惊讶，他来之前在王阿姨那里了解过我的情况，只是一个月薪几千的普通小职员，但那是我之前的信息资料，现在已经完全不同。我不想让柳毅被这群7大姑8大姨烦，便带着柳毅出门了。才走没多远，我的手机就开始响个不停。我掏出手机一看，是王明的信息轰炸。王明已经快急疯了，他给我发了不少消息，但是都没有回应。原本他抢了我研发的软件，得意洋洋，发现程序还缺一点，便让手下的人做好剩下的部分，然后交给了总公司。总公司的人拿着程序的时候，还笑眯眯地对我说：“等着晋升吧。”然后王明美滋滋地等了好几天，只等来一通含码量极其高的电话：“这软件是你做的，你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公司整个系统都崩溃了，你他妈还不给我滚过来修复！”闻言，王明的腿当即就软了。这程序又不是他做的，他哪里会修？没办法，他只有疯狂地给我发消息让我回去。“万里，有件事想麻烦你，你看你有没有时间回公司一趟？你在忙吗？有时间回我一下消息。你的工资我已经给你补齐了，还有赔偿金。你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来公司拿钱？”刚开始语气很好，带着哄骗的意味，到后面：“你他妈的到底在哪？我给你发消息你看不见吗？”张万里回消息：“狗东西，你做的软件到底怎么回事？用了系统怎么会崩溃？你是不是故意的？故意在里面藏病毒？你信不信我报警抓你？”翻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还忍不住笑了。人怎么可以可笑到这种程度？你在说什么？我怎么看不懂？对面立刻回复：“你们终于上线了，你到底做了什么？现在总公司的系统全部崩溃，乱作了一团，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你别想置身事外。”我和柳毅来到了一家奶茶店，找了个空位坐下。柳毅抬头问：“你要喝什么？”我过去点。我说：“跟你一样就行。”然后手上继续回复：“你到底在说什么？什么程序？什么崩溃？”一看我竟然开始装懵，王明瞪大了双眼，看了看身边围着自己，随时快要掐死自己的总部技术部门总工。他在装懵，这程序真的是他做的，不是我，这是真的与我无关啊。总工面色阴沉，他差点提着刀来到这里，准备把制作程序的人大卸八块。不过能做出连他都无法解决的病毒，他不得不感叹这是一个天才。他抱着想要见识一下这位天才的心理，立马飞上飞机，然后来到这里。他才知道制作程序的竟然是另有他人，而真正的制作人还被裁了。他简直气笑了，气这个公司长这双眼睛却是瞎的，气这个破地方竟然藏了一块宝玉10年，而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就是个烂人。
一个夺去他人心血10年的烂人。王明被看得瑟瑟发抖，他不回我消息了。总工连忙夺过手机，看着上面发出去的最后一条消息：你少在这里装，信不信我让你坐牢？总工现在已经想把这个王明弄死了，他从未见过如此愚蠢的人，求人的事情竟然还敢威胁对方。他面色阴沉，看向王明：你等着吧，这事我会151报告总部。你给公司造成了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你就等着法院的传票吧。王明一下子瘫软在地，他家在哪？公司有没有记录？王明连忙说：有的，有的。我跟柳毅在外面逛商场的时候，收到了周月发来的消息。前辈，你看到 MM 集团最新的新闻了吗？我简直笑死了，他们怎么会蠢到这个地步？一场发布会变成了搞笑会，听说集团内部系统还全然崩溃，谁都救不回来，项目全部泡汤了，哈哈哈！突然想起，这不会是前辈的手笔吧？简直是爽文将士，太厉害了！我垂眸回复：他们自作自受。说到底是王明自作自受，要不是他贪心不足，不好好检查，直接送往了总部，还直接连接了总系统，这事也不会这样严重。周月，对了，前辈，程序有些东西需要处理一下，可能需要你回公司一趟了。飞机票公司报销。我顿了顿，看向正笑得开心是衣服的柳毅，想了想，柳毅，我公司有件事需要紧急处理一下，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一趟？不远，只要几个小时。闻言，柳毅放下衣服，笑道：好啊，那我们走吧。我跟柳毅上了飞机，一会儿就到了公司。我先去运营部处理，把柳毅放在了办公室。柳毅看什么都觉得好玩，到处转悠。而这边，总工带着王明火急火燎地赶到了他的老家。你们找万里呀？他公司好像有点事情，已经回公司去了，走了好一会了。王明惊讶：公司？他现在是在哪里上班？好像是说在耀月集团。总工皱眉，扯着王明又踏上了回去的路程。而那些7大姑8大姨看着两人远去，开始讨论道：张万里那小子说的不会是真的吧？你看，还有大城市来的人找他。天哪！我就说万里那小子上学成绩那么好，毕业之后不可能过得一般般的。总工和王明又坐了好几个小时的飞机，到了耀月集团前台。你好，你们找谁？王明，张万里在吗？应该是你们前不久新入职的员工。王明原以为还需要前台找一番，没想到前台一听，立即笑着回应道：哦，你们找张经理呀，他前不久才回来呢，你们算是赶上时候了。总工挑眉，王明瞪大了眼睛：经理？他是你们那个部门的经理？前台，技术部门的总经理呀，你们不是认识张经理吗？怎么会连这个都不知道？王明傻眼了，耀月集团和他那个 MM 集团分公司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没有可比性的。没想到张万里离开了他那个分公司，现在过得这么好，还当上了总经理了。总工可不管这么多，他身后还背着数千人的催促。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两人已经在休息室等了很久。我是和周月一起去的，一进去，王明一看见我就想要指着我的鼻子骂，但是被一旁的人拦了下来。周月很是不高兴，当即就想喊保安赶人。抱歉，我们是来给张经理道歉的。王明原本想要发作，但是一看到总工威胁的眼神，立马安静了。他垂着眼，对我深深鞠了一躬：对不起，万里，看在我们认识10年的份上，你就帮帮忙，去总部把病毒解决了吧。周月冷嘲道：哟，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贱人啊！我还以为贵公司全都是瞎子呢，没想到现在眼睛治好了。总工心中有气，但是事实如此，确实是我们的问题。这个人我们会好好处理，但是希望张经理能够帮帮忙，把病毒消了。我微微开口，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吗？王明一顿，在总工阴冷的视线中，立马跪了下来。休息室门大开，位置处于工作区间之中。此番动静很快引来众人围观。里面怎么了？那人怎么给经理和董事长跪下了？咔嚓的拍照声和讨论声此起彼伏。王明咬着牙跪在地上，低着头。之前都是我的错，万里，你帮帮老哥这一次好不好？那你说说，你是怎么错的？有人直接打开了录像。王明垂着眼，失去了所有的自尊，一边扇一边说，此刻151地慢慢吐露这10年之间所做的所有恶事，全部说出。看好戏的都是一惊，天哪，难怪从前没听过张经理的名字，原来是因为他呀，气死了，这简直就是下18层地狱的玩意，我要发到网上曝光他。王明冷汗直流，周月直接忍不住上前踢了他一脚，呸，烂货，哼，你们总部的也不是些好东西，要是好好调查，怎么可能10年都不知道？总工抿着唇，确实，这种技术性的东西，要是他们有心调查，绝不会是让明珠蒙尘，绝不会是如今这样的结果。恍惚间，这10年的所有仿佛在这一刻仿若都尘埃落定。我收回视线，说，你们所说的病毒我不清楚，请贵公司自行解决吧。保安，来送客吧。保安来了。王明被拖走的时候还在大叫，张万里，你不能这样对我，我明明都跟狗一样给你道歉了，你还想要怎么样？围观的员工皱眉，这人怎么无耻成这样？我轻笑道，原谅你是上帝的事情，而我的任务就是送你去见上帝。总工还想说什么，但是他跟着王明一起被保安送出去了。周月，行了，你们都散了吧，没什么好看的。人群散了，但迟迟有一个人没走。柳毅低着头抹眼泪，我走近，慌忙地抽出纸巾给他擦眼泪。怎么哭了？柳毅一把扑到我的怀里，闷闷地说，心疼你还不行吗？没想到你以前这么惨，那人真贱，要不是人多挤不进去，我就过去弄死他了。我失笑不已，那还好你没进去，不然我可要去警察局捞你了。柳毅重重地朝着我胸口捶了一击，我痛得闷哼一声。柳毅，听见我喊他。柳毅抬头，我看着他，忽然笑道，接受假期加班吗？我想做一个热心的举报民众。柳毅愣了一下，你要举报什么？我笑着说，偷税漏税，MEM 集团损失惨重，总系统崩溃，大量文件丢失，可谓是乱作一团。无计可施之下，只能花费重金聘请了几个技术人员，尽量的解决了问题，让公司电脑能够正常运作。但是花费的时间太久，已经有不少的客户解约，而王明就更惨了，直接被总部告上法庭，现在更是忙着请律师打官司。当初下跪认错的视频还到处流传，现在更是门都不敢出了。当有人推开公司门，还不耐烦地吼了一声，谁呀？总公司早就准备辞退王明，但是因为那边系统崩溃，忙不过来，只能让他先蹦跶一段时日。税务稽查，王明顿时瞪大了眼睛，手上的动作也停止了。怎么回事？税务部门的人怎么突然来了？现在这个时候可万万不能让他们查账啊！财务的人更是慌得不行，手不停地在电脑上操作，企图删除某些记录。但是税务的人可不是吃素的，
立马冲进了财务室，手举起来，账本拿出来。财务吓白了脸，手上的动作仍旧不停，但是他怎么抵得过税务的人？几个人把财务全部控制住，然后找寻账本。查账的人翻着账本，脸色越发阴沉。柳毅也找了些账簿翻看。你们可真是艺高胆大，这笔营业外支出200万是怎么来的？还有你们老板报销的这笔购买小轿车的费用也算进去了，不给员工申报5险1金，还有这张发票看着很不对劲啊！你们可真行啊！柳毅抬眼看向面前的男人，请问这位会计可以解释一下吗？财务已经被吓傻了，这种情况已经够他坐几年牢了呀！我带着税务其他的人到王明办公室的时候，他正想跑路，王明很快就被控制住了。税务的人在他的抽屉里到处翻找，王明不停挣扎，瞪着一双眼看着我。张万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我微微转眼，我能对你干什么？不过是做了一次热心的举报群众罢了。毕竟在公司当了10年的劳工，手里可是有不少证据。王明完全慌了神。你们这是私闯！税务的人找到了东西，那是财务室的另一个账本。我笑道：你让财务做2套账，也是厉害呀。税务的人说道：把他带走！不要，不要！王明疯狂挣扎。你们这是私闯，是犯法的，我要去告你们！我微微摇头。王总，法人10年。王明白了一张脸，听到10年更是浑身瘫软。现在他都还背着一身官司，怎么受得住？再加上10年的牢狱之灾。柳毅这边控制了财务室，所有证据都摆在了面前。王明和财务共同责任，偷税漏税几千万，牢狱之灾肯定是跑不了。被带走之时，王明和几个财务都在大喊大叫，特别是之前那个不给赔偿金的财务，人都快崩溃了。公司的人被这个操作吓坏了，看见我更是连话都不敢讲。一切尘埃落定，不久，法院的判决下来了。王明被判了10年，几个财务最低被判了5年。而王明在进牢房之前，因为之前的官司被判定侵犯知识产权，又加了8年牢狱，外加一身巨债。之后，耀月集团成功上市，一经发布，风靡全国，所有人都被这款黑马软件征服了心，一度成为年度年轻人最爱的榜首。耀月集团大赚，最后 MEM 集团因为此次系统崩溃事件，还有发布会乱码事件，口碑直线下滑，各个领域纷纷解约，现在已经泯然众人矣。而我又得到了一笔丰厚的奖金，和柳毅订了婚，买了房，买了车，收获了名誉，迎来了独属于我的人生。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